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一生都很倒霉的面相。一、印堂发青。在面相中，印堂位于两眉之间，代表了一个人的元神、精气和精力，为聚集一个人全身的精气神所在，对个人运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印堂处以饱满光洁为佳，最忌乱纹或伤疤。而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处颜色较暗的话，则预示着运势不佳，为倒霉的前兆。一旦面相出现这种状况的话，近期在事业财运方面明显会出现下降和阻滞，情绪也会变得压抑和暴躁，在生活中一定要多加注意。二、耳朵单薄。耳朵为肾之外窍，代表了一个人的肾气是否充足，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福气和智慧。所以从耳相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做事、为人以及运势变化。如果一个人耳朵比较单薄的话，这种人一般肾气不足，健康方面往往不太好，并且缺乏理性和智慧，考虑问题比较简单，生活事业方面容易处理的一团糟，容易被霉运缠身，运势非常的差。三、天庭发灰。天庭在面相中指的是发际线以下、眉骨以上的额头位置。天庭部位是面相中离大脑最近的部位，代表了一个人的智力和先天运势。在面相学中，额头丰隆圆润的人一般心胸较宽广，比较聪明，运势也非常的好。天庭代表了一个人的事业层次、社会地位以及个人能力等。如果一个人的天庭部位颜色发暗灰的话，则一般代表着运势低迷，事业和家庭不顺，容易有灾祸临门。四、山根凹陷。山根为鼻梁的根部，位于两眼之间，是连接鼻梁和印堂的部位。山根代表了一个人的祖业和健康，以饱满挺直为佳。如果山根处比较挺拔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有福气，命也会比较的好，容易得祖辈余荫庇佑，身体健康状况也非常的好。而如果一个人的山根处如果出现凹陷或者折断的话，这种人一般中年容易出变故，事业和家庭不稳固，做事也不能顺心如意，生活上总是会遇到倒霉的烦心事。若是山根部位出现发紫、发青的现象的话，甚至还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五、颧骨灰暗。颧骨在面相中对一个人的个性和运势的影响非常的大。颧骨又称为权力之骨，代表了一个人的个性和欲望。颧骨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颧骨太高的话，个性比较霸道，心性比较尖刻和挑剔；而如果颧骨太低的话，则为人缺乏自信。如果一个人的颧骨位置颜色灰暗无光的话，这种人往往近期运势会非常的差，容易有倒霉事缠身，出现破财等不好的状况。六、眉毛浓黑压眼。眉毛在面相五官中被称为保寿宫，可以通过眉毛的形状、大小、稀疏程度等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财运运势等。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软弱，没有主见，只会跟着别人走，容易受身边环境的影响，对于任何事情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心态，很容易放弃。这类人理想大于现实，想发大财，但是不喜欢努力，最终很难成事，赚不了多少钱。七、发际线低，额头窄。额头在相学中又被称为天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好坏、财富运势、性格特征、智慧等。发际线的好坏还会影响到个人命运和前途的发展。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命运比较坎坷，大多生在生活贫苦的家庭，从小就开始吃苦，很难完成学业，很早就需要赚钱养家，靠自己生存。而且他们财运低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事半功倍，劳劳碌碌一辈子。八、鼻梁尖削露骨。鼻子在相学中被称为财帛宫，可以通过鼻子的形状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事业运势、性格特征、智慧等。拥有这种面相的人，性格比较怪异，自私自利，只想着别人对自己好，不想着回报付出，很难招人喜欢。而且他们的财运羸弱，很难能把握住赚大钱的机会，在事业上多有坎坷，很难获得成功，
一生贫穷困苦，难以翻身。9. 颧骨塌陷，颧骨权也，在面相中代表着权力与财势的象征。颧骨的高低和形状会影响人的性格特征、领导能力、财富运势、仕途高低等。拥有这种面相的人，领导能力低，不适合担任领导层次的职位，而且他们心胸比较小，喜欢斤斤计较，妒忌心强。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会想方设法的去陷害他，因为这种性格导致他们的仕途不顺利，很难获得升迁的机会。财运又弱，赚不了大钱，生活艰辛，面无善志。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脸上的痣不全是不好的，所以脸上的痣有可以兴旺你运势的旗帜，也有阻碍你前进的凶痣，具体的含义要看脸上痣的位置。接下来就来告诉大家男人脸上的9大痣象，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眉中带痣，草里藏珠，很多男人眉毛里都会有痣，这样的痣象称为草里藏珠。有眉毛痣象的男人一般都是心怀远大，做事高调，决断力非常好，能够带领下属积极做事，所以一般都会出人头地，在一方有一番作为。2. 额上痣，远加亲，志向在四方，运气一般，与亲人之间的缘分较浅，离家在外的机会很多，难受到长辈上司的援助提拔，生活也较艰苦。不过如果长在额头中央上方，那么说明其人心智成熟，晚年生活较安定幸福。若是女性拥有额上痣，则财运较佳，但是在感情上容易有挫折，所以在选择终身伴侣时，必须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一切言行举止。如果痣的形很好，则表示在运势上拥有良好的环境与基础，成功的可能性颇大。3. 脸颊痣，顾周遭，亲缘重，脸颊有痣的人较可能会有法律诉讼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优点是在做事方面非常积极，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目标。在与人相处方面比较不会去体会别人的心思，较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需多加用心。别以为只有你自己有烦恼，只把别人当作听筒。如果痣的形不好，则此人特别欠缺实行力，又无法体会别人心思，因此容易遭到周围人的反感。4. 眼角长痣，经商大户，财运丰隆，这颗痣指的是长在右眼角的平行延祥线上，叫做经营痣。这类男人头脑聪明，处事谨慎，是非常有想法的男人，为人处事圆滑，对机会的把握稳当，属于完全靠自己发家致富、白手起家的类型。这类男人可能读书的不是太多，但千万不可小瞧他们发家致富的能耐啊！由于他们懂得生活的艰辛，晓得珍惜眼前的一切，属于懂得守业之人。5. 鼻头长痣，财运滚滚，物质生活丰富。在面相12宫中，鼻子被称为财帛宫，鼻头越丰隆，收入越多，鼻越饱满，积蓄也越多。如果一个男人鼻翼饱满，鼻头丰厚，在鼻头上还长有一颗醒目的小黑痣的话，代表财运不错。如果有突然出现的黑痣，代表会财进。然而要注意，如果鼻翼上有痣，则说明会漏财，有财富也留不住。6. 额头长痣，福禄一生，幸福长寿。男人的额头是祖业的象征，如果有一个好痣，再加上天庭饱满，那这样的男人可谓是一生福禄享之不尽。额头，眉毛上大概一小指节度的位置，一排从左至右为田宅痣、富贵痣、吉祥痣、田宅痣、官禄痣、富贵痣。假如天庭饱满的男人在额头靠近发际的地方发现一颗又大又亮的黑痣，那可是富甲一方的标志，其实也是预示着这个男人的家庭背景也很不错。然而此痣假如发棕发暗，那可却是相反的意义啊。7. 下巴长痣，财富一生，家庭幸福，下巴长痣主财富。如果哪个男人下巴周遭有痣，代表会有财富伴随其一生。这种男人不动产多，地产投资，或者是相貌平平的他，很有可能祖上有一大笔遗产。此外，下巴长痣的男人一般都很有学问，也是懂得生活质量的人。8. 颧骨长痣，事业有成，功成名就，
如果男性有在颧骨上长有痣，对其事业相当有利，代表会在职场上有一定的成就，事业上也会有一番大成就。长有这种痣的男人特别有上进心，事业上有很多成功的机会，一般都是做领导的人物。这样的男人不仅长得气质出众，走在人群中也很受到尊重。9. 嘴角的痣，福禄多多、嘴角有小痣的男人一般会长在下唇旁边，这样的嘴角痣在民间叫做吃痣，意思是有这样痣的人一生都有美食可以享用。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志向代表物质生活丰富，会有享受不尽的物质生活，车、房子、美食、华服等。面相可以看出人的命运，其中就包括大家最关心的财运。你的财运如何？财来财去，是否容易漏财呢？很多时候在你的面相上都有一定的体现。那么面相上哪些特征代表漏财呢？今天为大家整理了会漏财的面相特征，赶快来看看吧。哪些特征的面相漏财？面相漏财之一，两颊无肉，两个脸颊消瘦，骨头突出，没有饱满肉相，或者肤色发青白的，这都是存不住财的面相，需要改变心态，改变饮食习惯，改变生活方式。遇到问题尽量长远考虑，不批离，心情愉悦，日久自然财运改观。配饰可以佩戴小凤凰来转财运。漏财面相之二，耳唇过小。耳唇过小的面相，手里不能有钱，有钱就忍不住要花出去。因为耳唇过小的人幸福指数低，只有花钱才能够找到自我价值的存在感。佩戴转运饰品，玉石的貔貅最佳。漏财面相之三，手指缝过大或事业线穿过指缝。上述的这些情形都表示赚的钱都花光光，根本存不住。这种手相的人啊，就是很容易为家人背债，也很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还要破解漏财，除了一般戴戒指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心念的转换。建议这样的人还是要一步一脚印，慢慢存钱。当有点积蓄的时候，千万不要老想当英雄，量入为出才是成功之道。佩戴转运饰品为玉石麒麟最佳。漏财面相之四，发如枯草。头发像枯草一样，这就是聚财能力弱的表现。肾之华在头发，而肾主聚财，发如枯草则无革素之良。平日饮食习惯要多吃补肾的食物，佩戴饰品翡翠老虎最佳。漏财面相之五，牙齿稀疏。牙齿过于稀疏的人，钱到手则花出去，因为牙齿代表积蓄能力，牙齿细密的人善于积累财富，而牙齿稀疏，积攒能力弱。漏财面相之六，鼻孔有痣或者鼻孔一大一小。鼻孔有痣代表有阻碍，所以老是存不住钱。若鼻孔一大一小，则代表财库是不平衡的，可能是收入忽高忽低，或是花钱有时花得特别凶，有时过于小气。对于这种面相的人，因为本身就属于破财的格局，建议平常买一些基金或保险，支出要合理安排。漏财面相之七，耳孔过小。耳孔小的人代表他的财库也就小，但是怎样的耳孔才叫小呢？你可以用你的尾指测量，如果尾指可以很轻易的放进去，那么就不在此范围之内。耳孔小的人除了财库小之外，他的判断力也会比较不够，常常贵人讲的话没有听进去，而偏偏小人的建议会照着做。此外，这种人赚的钱也是常常不够花。漏财面相之八，鼻翼尖薄。鼻翼代表财源与财库的，如果鼻翼生的尖薄瘦弱，那么代表财库不丰，有外财的财源，没有积蓄下来的财库。所以也许这样的人啊，能够得到很多的外财，但就是没有积蓄。漏财面相之九，金枪外泄。所谓金枪外泄，就是鼻毛总是不经意的就钻出来。鼻毛属金，代表收束钱财的能力。如果经常鼻毛外钻出鼻孔，那么破财破桃花难免了。处理办法呢，就是定期的修剪鼻毛，佩戴玉麒麟来土生金保财。漏财面相之十，鼻孔上扬。
鼻孔代表五行的金，代表管理钱财的能力。一旦鼻孔上扬的面相，那么就是手散，到手的钱财就会不知不觉地溜走，或者积攒了一部分的钱，但是就会有亲属朋友借贷出去，钱财还是给他人预备的。运转方法是佩戴玉石的玄武，或者卧室内摆放铜玄武来增加聚财能力。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面相，也是漏财的面相，一起来看。印堂有杂纹，两个眉毛之间叫印堂，有很多杂纹，这样的人在钱财上很难守住，财来财去，很多时候都是没有预想的花销，属于漏财的面相。眉尾散乱不聚财，眉尾的眉毛散乱不聚，分散得开，就是漏财中最直接的表象，代表着此人性在金钱方面比较随意，在用钱的时候思考的不多，很难聚财。招风耳，耳朵部贴在脑袋上，向外呈招风状人，挣的钱都会被亲戚朋友借出或花掉，也是漏财的面相。山根低陷，两眼之间的地方就是山根，如果此处低陷，代表花的比挣得多。山根代表着面部走势年龄是41岁，这一年最容易漏财。鼻子丰隆，鼻孔外露，有点赚钱能力却不善理财，比较重视生活享受，因此在花销上没有受到节制，主花费大，出手比较阔气，将朋友义气。鼻尖有点红，鼻尖上总长痘痘或是有疤痕，有结露骨，虽然能赚钱，但花起钱来会大手大脚，而且性格也比较急躁，尤其是投资方面会出错，引起纠纷漏财。尖下巴，尖下巴的人也是漏财类型，圆下巴为富贵聚财的面相，尖下巴代表钱财难聚，如果再配上口太大牙不整齐，更是真正的漏财面相。4种最容易漏财的面相特征。第一，额宽，眉细错综杂乱。额宽，出手大方阔绰，在众多朋友场合财力上会不受到节制，有多少出多少，因此钱财流失的较快。不过此人赚钱也比较容易。眉细且综乱的人理财方面非常欠缺，他们通常会把钱用到吃喝这方面上。如今的社会吃喝最容易发钱，搞食品店的生意是专为这些朋友所准备的，对这些毫无理念的朋友可以完全净赚，因此他们常常会受到月光之苦。第二，眼细，眯眼且眼眶突出，眼细眯眼且眼眶突出敦实，这类朋友非常易交朋友且值得深交，但这类朋友在交朋友或是出现在公共场合之下都易受亏，特别是财务上。因此这类朋友每个月的钱财余额都不稳定，因为他们的性情也不稳定，在工作中积极性不足，性格懦弱胆怯，事业上得不到提升，总是维持现状。时代不断的进步，人的欲望追求也不断的强大，因此这些人的收入也是往往不够付出，支大于出，因此也容易会例如啃老族。第三，鼻子塌陷，鼻孔外露。鼻子塌陷无力，无财可理。其实鼻子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财运信息。例如鼻子大而鼻翼小，赚钱能力一流，却不善理财；鼻子丰隆，鼻翼大，鼻孔却外露，比较重视生活享受。鼻孔外露的朋友在财运方面相对比较弱，往往因为消费过大而破财。他们无理财能力，因此销售上没有受到节制，同时又是一个很爱面子，喜欢交朋友请宴的一个人，因此外露的鼻孔者主花费大，出手比较阔绰。第四，口大，牙不齐且疏尖。中国人的气就是财气，口气大，嘴巴关不起来，那么钱财一定往外流。无论是最大的投资还是赌财，都容易走上衰运，必输。同时如果牙齿出现稀疏、暗黄和尖薄的情况，代表这些人的财运会容易有一定程度上的损耗。有这种损耗主要表现在身体健康方面和工作方面。牙不齐且疏尖者容易犯病，且在医疗上容易失财。一双灵气炯炯有神的眼睛，
除了双眼皮和长睫毛的帮助，卧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都说有卧蚕的是人上人，美貌且命好，真的是这样吗？也有传言有卧蚕的人福运旺，运势好，但在面相中是否究竟是如此呢？卧蚕在面相中主要掌管人的生育能力、孩子的未来运势以及与孩子的关系。如果形状饱满且气血较好，说明孩子将来势不可挡，与父母关系亲密；如果形状干扁却颜色乌黑，说明将来孩子易闯祸，学业不佳，能力平平。但是没有卧蚕的人又有哪些说法呢？一起来看吧。卧蚕眼的外观，很多人容易将眼袋错认为卧蚕，如何分辨卧蚕与眼袋呢？卧蚕在面相中被称为泪堂，位于下眼睑的下方，是天生形成，不管笑或不笑，隆起程度明显，呈椭圆形，有光泽有弹性，笑的时候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而眼袋是由于后天的作息不规律导致脂肪堆积，位于卧蚕之下，颜色青黑，给人一种憔悴衰老的视觉。中年之后大多数人都有卧蚕眼的命理，一富贵。从面相上看，有卧蚕之人头脑聪明，运势较好。男人有卧蚕，性格平和，做事稳重踏实，年纪轻轻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贵人相助，事业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异性缘好，魅力值大，未来感情一帆风顺。女人有卧蚕，注定是富贵命，外表迷人，交际能力强，桃花运不断，婚后有望夫运。第二，优柔寡断。有卧蚕的人大多数的出身环境优越，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不会让他们傲慢无礼，而是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性格单纯，做事总是过分在意他人感受，导致遇事优柔寡断，不能够快速的做出抉择。事业上会因为无法拿捏主意，导致错失机会；生活中因无法做出抉择，给人一种怯懦无用的误会；感情中无法果断坚决，多数会陷入桃花纠纷。第三，积极乐观。卧蚕眼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亲切和睦，面如其人。这类人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挑战一切。人常说以和为贵，拥有卧蚕眼之人永远保持平和的心，不争不抢，不急不躁，好运总会降临。感情中如果有一方多忍让多包容，必定能够走得长久，和谐顺畅。第四，子嗣运好。卧蚕主管人的子女运，可以通过观察卧蚕的形状与颜色，预测出子女将来的运势情况。拥有卧室眼的人能力较强，对感情专一负责，能够妥善处理好婚姻与工作，保持事业平稳，婚姻和谐，教育儿女有方。而卧蚕与眼袋都有的人，早年生活劳累，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晚年运势上涨，终有一番成就。那么男人和女人的卧蚕又有哪些不同的寓意呢？男人有卧蚕代表着什么？男人有卧蚕好吗？第一，人缘好。卧蚕眼基本上都是属于先天基因决定的，有卧蚕眼的男人一般人缘都会比较好，因为有卧蚕眼的男人都比较矮小，而且笑起来眼袋有种晶莹润泽的感觉，有时候即使不笑也会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加上这类人的性格都会比较好，所以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围着，人缘就会特别好。第二，子女运好。卧蚕其实在相学上面我们叫它为子女宫，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位置看出他们的子女日后是否有出息，再或者以后自己的感情生活、子嗣的健康问题都能从这个位置看出来。如果一个男人的卧蚕生得比较丰满，肉厚饱满，这说明这个人日后的子女将会福禄双全，荣名富贵。子女宫柔软丰满的男人，感情大多又比较温柔，又都比较有魅力，日后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也有眼光，相当独到。子女宫鼓起的男人都比较有人格魅力。而如果一个男人的卧蚕位置比较凹陷，又有乌青色的话，干扁无肉的话，则说明这个男人的子女运会比较不好，
日后子女会体弱多病，不好管教，会因为子女的事情奔波，也会因为子女的事情让自己心力憔悴。就感情而言，由于内心感情比较内敛，在恋爱感情运势上面会比较不顺利，容易错失好的姻缘。第三，感情运好，有卧蚕的男人在感情运势上面会比较顺路。当然啊，上面2条中我们不难看出，有卧蚕眼的男人性格大多比较温柔，并且有耐心，在选择伴侣上面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对自己的另一半可以说是倾注所有的去关心和爱护。所以一般有卧蚕眼的男人在婚姻感情生活上面会比较美满幸福。有卧蚕的女人福气好吗？第一，子女运旺，卧蚕的位置刚好就在子女宫的位置，如果女人拥有卧蚕的话，则可以充分说明子女运势比较好，因为有卧蚕就证明子女宫比较丰满盈润肉厚，这就说明充分看出这个人的生育比较好，自身身体比较好的情况下，孕育出的下一代身体和优势也会比较好。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卧蚕，又或者是卧蚕位置颜色发乌发青的，我们大体就能推断出这个女人的子女运势不好，日后子女会体弱多病。第二，感情运旺，有卧蚕的女人在感情之路上面会走得非常顺利，能够很容易的就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因为他们天生就比较善良、天真烂漫，也正是这一性格能够吸引很多异性朋友的喜欢，而婚后也会有很多的福运。好的性格能够让他和自己的伴侣很好的相处，婚姻生活会经营的有声有色。当然啊，他们的中晚年运势也会非常好，将能够比较幸福的过完一生。第三，贵人运强，有卧蚕的人性格比较稳重，思想会比同龄人稍微成熟一些，即使工作和生活上面出现一些棘手的事情，也能够很好的去处理，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成为上司或者老板的左膀右臂，事业上面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贵人运会比其他女人要旺盛，工作中经常遇见常识自己的贵人，并且得到他们的指导，事业可谓是一帆风顺，大红大紫。第四，财运旺，事业运强，性格又好，那么有卧蚕的女性朋友们自然财运方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财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一是来自工作上面的正财，一个是来自另一半的财。而且他们在管理钱财上面也有很好的独特见解，很容易就能够做到财生财，能很轻易的通过自己的理财小能力成为大富婆哦。所以有卧蚕的女性朋友能力当然是相当不得了，男士们遇见了可要珍惜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事吉祥，期待下次与您分享，下期见。